最近 X 平台推出了一個新功能，叫關於此賬號會在每個用戶的個人主頁上直接顯示你的 IP 地址所在地。你說這事兒吧，一上線就炸鍋了。你看啊，這功能一開，立馬就變成了大型社死現場。那些天天在 X 上發人在東京剛下飛機的博主 ，IP 一查，河南；還有那個娜娜在英國 ，IP 顯示廣東。更絕的是那些整天用日語發帖喊沖繩獨立的賬號 ，IP 一扒拉，全是中國香港的。這就尷尬了吧，面具直接碎一地。有台灣網友樂瘋了，說這功能一上線，簡中圈的網軍就跟蒸發了似的。以前那些賬號活躍的不行，現在突然就安靜了。還有人翻出來說，你看這些喊沖繩獨立的日文賬號 ，IP 和連線來源一查，全是大陸和香港。這就好玩了，人家日本網友也不傻，一看就明白過來了。我得跟你們說說這個技術原理。其實這事兒沒那麼神秘。咱們上網必須得有個 IP 地址，這就像你的網絡身份證。平台呢，它本來就能看到你的 IP， 只不過以前藏着掖着不給別人看。現在呢 ，X 平台把這個信息公開了，國內顯示到省，國外顯示到國家。你可能會問，那我用 VPN 不就行了？嘿，這就是 X 平台這次升級的高明之處。他們會檢測你是不是用了 VPN 或者代理，如果檢測到了，你的個人主頁上就會出現一個盾牌圖案，旁邊寫着地理位置可能不準確。這等於是明晃晃地告訴所有人，嘿，這位可能在偽裝身份哦。說到這兒，你知道這功能的影響範圍有多大嗎？首先受影響的就是那些職業網軍。以前他們可以批量操作幾百上千個賬號，假裝成不同國家的人帶節奏。現在好了 ，IP 一顯示，連線來源一公開。你說你在美國，結果顯示用的是中國 App Store 下載的客戶端，這不就穿幫了？還有那些所謂的海外博主，你天天拍東京街景、倫敦美食，結果 IP 顯示在山東、廣東，這不是明擺着告訴粉絲你在國內找人代發嗎？雖然說可能是團隊運營，但這種反差感還是讓很多人覺得被騙了。更深層的影響在於信息戰。你想啊，以前一個熱點事件出來，你根本分不清評論區裡哪些是真實用戶，哪些是水軍。現在呢，你一看 IP 屬地，發現一個號稱紐約華人的賬號 ，IP 顯示在河北，你自然就會多個心眼。這對跨國的輿論操控來說，可以說是釜底抽薪。當然了，也有人擔心隱私問題。說實話，這個擔心不無道理，但也沒必要過度恐慌。X 平台顯示的只是到省或者國家級別，並不是精確到你家門牌號。從技術上講，即便知道你的完整 IP 地址，普通人也很難靠這個直接定位到你。真正能做到的是電信運營商和有技術能力的機構，但他們本來就有這個能力，不需要 X 平台公開。不過話說回來，這裡面確實有個微妙的地方。IP 顯示本身可能不算侵犯隱私，但它加上你的其他信息，比如你發的內容、活動時間、社交關係，拼起來就能勾勒出一個相當完整的畫像了。這就是為什麼有人覺得不舒服，因為透明度提高了，但這個透明度是單向的，你對平台更透明了，平台對你可沒更透明。有意思的是，這事兒還引發了一個討論。有台灣網友說，你們這才跟上，我們 PTT 論壇30年前就有 IP 顯示功能了。國內的微博、抖音、知乎這些平台，其實在2022年就已經全面上線 IP 屬地功能了。當時也是一片譁然，一堆明星工作室、營銷號當場露餡。所以說啊 ，X 平台這次算是後知後覺，但影響可能更大，因為它是個全球性平台。現在咱們來聊聊一些有意思的焦點。第一個焦點是，這算不算是在犧牲用戶隱私來打擊虛假信息？支持者說，為了淨化網絡環境，這點犧牲值得。反對者說，憑什麼我要被迫公開我的位置信息？這本質上是個權衡問題，你是更看重言論環境的真實性，還是更看重個人信息的隱私性？第二個焦點更微妙，就是 IP 顯示會不會加劇地域歧視？你想啊，以前大家還能相對平等的討論問題，現在一看 IP 屬地，立馬就有人說，哦，河南的那肯定是騙子，或者印度 IP， 80%是網軍。這種先入為主的偏見可能會讓討論變得更加撕裂。
本來是想打擊假信息，結果可能反而強化了刻板印象。第三個焦點是技術對抗升級。現在 IP 能被檢測了，那網軍會怎麼應對？肯定會升級嘛，比如租用大量的家庭住宅 IP， 或者用更高級的代理技術。這就變成了貓鼠遊戲，技術一直在升級，成本也在提高。最終的結果可能是只有資源雄厚的組織才玩得起，反而讓普通用戶和小規模的獨立聲音更難發聲。說到底啊，這個功能背後反映的是一個更大的趨勢，就是互聯網的實名化和可追溯化。以前網絡上你可以匿名，可以換馬甲，現在越來越難了。國內是後台實名制，前台也開始顯示 IP 屬地。國外雖然沒那麼嚴格，但平台也在主動增加透明度。這個趨勢是好是壞，真不好說。從積極的角度看，它確實能減少一些惡意行為。網暴、造謠、冒充這些東西在陽光下會有所收斂。但從另一個角度看，它也在壓縮匿名討論的空間。有些話題，比如涉及個人隱私的敏感的議題，可能需要匿名才能說出來。如果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大概位置，你還敢暢所欲言嗎？還有一個諷刺的地方，你發現沒有？那些最支持顯示 IP 的人，往往是覺得我沒做虧心事，怕什麼顯示 IP？但這種邏輯忽略了一個問題，判斷你有沒有做虧心事的不一定是法律，可能是輿論，是多數人的偏見，甚至是平台的算法。在一個高度監控的環境裡，自我審查會變成常態。你不是因為做錯了什麼被懲罰，而是因為擔心被誤解而選擇沉默。這讓我想起一句話：當你凝視深淵的時候，深淵也在凝視你。我們在用技術手段打擊虛假信息的時候，是不是也在構建一個更大的監控體系？這個體系短期內可能有效，但長期呢？當所有人都習慣了被監視，習慣了透明化，我們是不是也就放棄了一部分作為獨立個體的自由？最後我想說，這事兒沒有完美答案。你要真實，就得犧牲一些隱私；你要隱私，就得容忍一些虛假。關鍵是我們作為用戶得保持清醒，不要因為看到 IP 顯示就覺得自己掌握了真相，也不要因為擔心隱私就拒絕所有技術進步。這個世界很複雜，技術只是工具，怎麼用，用到什麼程度，這才是我們真正該討論的問題。所以啊，下次你在 X 上看到有人的 IP 旁邊掛着個盾牌圖案，或者 IP 屬地和他說的對不上，先別急着下結論。可能他確實在造假，也可能他只是個在國外工作，但團隊在國內的普通人。這個世界從來就不是非黑即白的。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標籤和歸類，而是多一點點思考和理解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這兒。記住，技術會變，但人性不變。別讓工具替你思考，也別讓恐懼替你決策。保持獨立思考，這才是互聯網時代最珍貴的能力。